哎，德军碉堡里怎么还有粉笔画？看着像画了几栋房子。德军这么有闲情雅致吗？不对，下面还标着一整圈方位刻度，地上还架着一门迫击炮。估计画房子就是告诉往哪儿打的吧？那也不对呀，都有这么精确的方位角了，还画房子干啥？好像能猜个大概，但一细想又说不清楚。他真正想解决的究竟是哪块的问题？大家好，我是 Gavin， 今天我们就从这些粉笔画开始，聊聊二战德军碉堡里那些看起来简单却一点都不简单的东西。不过在搞清楚这些粉笔画的用途之前我们得先简单了解下这种长相有点奇怪的碉堡，因为上面的粉笔画都是围绕它来发挥作用的。为啥说它长相奇怪呢？因为这种碉堡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顶部开了一个巨大的圆形洞口。其实这是在大西洋壁垒沿线众多碉堡里的一种特殊类型，迫击炮碉堡，是专门为迫击炮阵地建造的一种混凝土防御工事。而那个顶部的大圆洞就是专门留给迫击炮发射炮弹的天窗，所以从外观上比较好区分。当然现实中有的迫击炮碉堡的洞口有时也会成对出现，另一个是用来辅助校正射击的观察哨。话说回来，在游戏中，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碉堡洞口边缘的粉笔画，就会发现除了上面画着各种房子外，还同时标有地名和距离，下面才是一整圈360度的方位刻度。而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迫击炮完成射击的两个最重要的指标，方位和距离。相信大家也都看过不少影视剧，都理解，这里就不再赘述。那再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都有那么精确的方位角了，为啥还需要画房子？方位角没有观察哨，也有战地电话会提供，目标距离肯定也是一并就报给炮手的。那在碉堡上再画地标，标地名和距离，多少有点多此一举。这也是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最开始想不通的地方。好，那我们就换个场景，也许会有不一样的理解。现在我想先请大家把自己想象成诺曼底登陆当天的一名德军新兵，距离盟军第日登陆的早晨6点30还有几分钟。你正在行军床上酣睡，突然被战斗警报吵醒，你被要求立刻回到炮位准备射击，但头顶炮声如雷，碉堡里电话声、脚步声、咒骂声混成一片。好，那我们来试想一下，在这样一个高压而嘈杂的环境下，一名刚被叫醒回到炮位的德军新兵，要想听清楚每一个方位角和距离，同时还要完成炮口校准并迅速实施射击，即便平时受过训练，战时也很难保持完全的从容。所以这个时候粉笔画才真正开始发挥作用。因为在真实的战场环境中，用地名做参照要比直接报方位角更不容易听错，房子和地名更好记，听觉和视觉上也更容易辨别，所以观察员传来的指令更可能是某某村子偏左，按照预定距离射击这类的信息。听到地名直接看粉笔画就能快速找到大致射击方位。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它首要解决的其实并不是打得准不准的问题，而是如何在混乱中让信息的传递更加的可靠。但如果只有这么一个功能，未免太小看它了。因为这种粉笔画之所以能发挥作用，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这个炮位本身是固定的。影片前面提到，这是一种为迫击炮专门修建的防御工事，炮位固定，重在防御，碉堡事先就已修好，那就意味着目标参照物不会轻易变动，周围的村子位置固定，距离也可以提前测好。那画粉笔画还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它方便了提前规划炮击方案，平时都已经把关键的打击位提前算好了，敌人来了直接照着打，减少了计算和反应时间，从而实现快速打击。不过前面说的还不是能让德军碉堡粉笔画发挥最大功效的原因，
真正让粉笔画大显身手的，反而是在夜晚、雾天看不清敌人的时候。这个听起来可能有点反常识，看不清敌人画粉笔画有啥关系啊？大家听我慢慢分析。由于长期受影视剧和游戏的影响，我们可能本能的认为，战场中只有先看清目标才能开火。但在真实的战场环境中，有时候看不清敌人的时候也得开火，尤其是夜晚、雾天、密林这种环境中，看不清敌人也要打，因为不能等到敌人冲到面前才开火，否则可能一切都晚了。好，那既然看不清的时候也要开火，那剩下的就是该往哪打的问题。那么在防御战中，虽然夜晚看不清敌人，但听枪声可以判断大致位置，观察夜光弹轨迹也可以看出敌人的射击方位，因此进攻的大致方向并不难判断。而且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只能在海滩上进行，就算是在夜晚，德军也能知道盟军进攻的方向。此外，即便在看不清敌人的时候，也能猜到敌人大概率会躲在哪。海滩上的沙丘、洼地哪能藏人，德军是有预料的。更重要的是，这些地方位置虽然相对固定，但不太容易起名字，所以就干脆用周围的村镇作为地标，事先标好地名和距离作为实际参照。在这种情况下，让迫击炮快速实施区域打击覆盖，比纠结打得多准要现实得多。所以这些出现在德军碉堡里的粉笔画，既不是随手涂鸦，也不是闲情逸致，而是帮助德军迫击炮在极端条件下也依然能够实施有效打击的重要参照物。所以现在回头想想，在二战这种大规模的全球战争中，真正被反复比拼的或许并不是武器有多精密，技术有多先进，而是这套武器系统能否在极端条件下依然持续输出高效而稳定的杀伤力。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Gavin 在视频结尾和评论区放了咱们频道的投稿邮箱，方便收集大家感兴趣的游戏细节。所以如果大家有想让 Gavin 来讲的游戏细节，欢迎邮箱投稿，方便统一收集和整理。也谢谢大家的支持和理解。当然，如果你也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别忘了点赞、订阅和分享哦。我是 Gavin， 我们下期见。